朋友们，大家好。前段时间咱们说了一位22岁的中国年轻人，他首先飞到对中国免签的一个欧洲国家，从那里他爬山涉水偷渡到德国，到德国后马上申请政治避难，也就是说所谓的难民。他说德国的这种社会福利相当的好。首先医疗免费，因为他是难民，所以呢所有的病都是德国的医疗帮他出的。另外德国政府给他提供免费的住房，同时呢每个月还发给他几百欧元生活费，所以他感叹德国的福利真是太好了。同时他打一份黑工又有另外一份收入，所以他每个月呢可以存下不少钱。他就觉得在德国当难民真的非常爽。我看到这样他说的话之后，真的我作为在德国生活了30年的人，可以说五味杂陈。他的所有的德国福利其实是建立在所有上千万的德国这些工薪阶层，他们辛辛苦苦的交税，然后呢养着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社会蛀虫。其实我们也知道任何在中国的人，只要你不是特别的热衷于所谓的政治，要推翻现在中国这个政府，你兢兢业业的话，可以在中国活得还不错。所以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他的生活人生哲学就是到德国当难民，然后他下半辈子就这样过了吗？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反正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他某一天得到了德国合法身份，他也是无法融入德国社会的。首先人家也不会把你真正的当德国人，因为我在德国生活了30年，而且我也在德国公司工作过10多年。从我以前在德国公司跟他们一起工作生活，我能感觉到他们没有把一个中国人当他们的公民或者当他们德国人。因为首先我们的脸看起来与他们不一样，对吧？而且他知道你是中国背景的人之后，跟你谈论某些话题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中国人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的，他很多是出于可能是一种本能吧，反正他会自然而然的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或者你们中国怎么怎么样。从他说话的语气就可以反映出他没有把你真正的当他们中的一员。我说的是狭义的德国人我不知道这个22岁的难民在德国今后他会怎么对德国有什么看法目前他觉得德国真的非常好像天堂一样。当然了，如果是一个难民可以不劳而获，可以获得那么多的好处，我也觉得可能德国会好。但是刚才我说了，这并不是我想过一辈子的生活，因为每个人人生可能会有一个目标，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呢才有一种成就感。否则当一个社会蛀虫，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至少我不这样认为。所以他说的德国福利好，其实呢都是建立在剥削我们辛辛苦苦的每一个在德国努力工作交税的这些人的那种身上你觉得这是光荣的事情吗？反正我不觉得正好呢，前天我无意在抖音刷到一个在德国的，可以说是华人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加入德国籍，我暂且称他是德籍华人吧，或是他是华人吧。他在抖音上有160多万的粉丝，可以说在抖音是一个比较大的网红了我相信他的抖音的收入可能也不错。他的节目是别人推荐给我的，然后我看了他1-2期在抖音上的介绍德国的节目，从我的观点来说是相对中立但是我发现他讲的东西大概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把德国把它讲的要比实际的更好。当然他也说德国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有一期我看了，他是讲关于德国退休金的他也说的德国有不少的贫穷的退休老人，但是他说是这些老人自己的错，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呢，这些老人没有打算，没有存钱，没有买房，所以他老来穷是他自己的错。对此呢，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老年人他退休之后不能好好的享受晚年的生活，而去街上翻那些垃圾箱去找有2毛5押金的那种瓶子，然后呢补贴家用？这位在德国的那个华人也说了德国的退休金，法定退休金只相当于他退休之前
他收入的48%，这是正确的。我以前说过，也就是说，他连原来收入的一半都不到。你想想看，本来就属于低薪阶层，对吧？然后呢，突然他退休之后，他的收入少了一半多，固定开支是一样的，比如说房租，还有生活费，对吧？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你不能喝空气啊，对吧？你还得吃饭呢，还得喝水啊。相对来说，这些固定的开支还是继续存在，但是你的收入大大的减少了，导致了很多德国人，他退休之后，突然他的生活掉入了一个冰窟窿一样，难以为继。这部分人啊，这部分老人为数不少，就不得不到街上呢去找那种带押金的瓶子啊，或者我真的有朋友圈，而且是波鸿的人，在德国知道波鸿在哪里，在鲁尔区，对吧？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虽然在西德，而我呢有一位这样，我认识一位这样的德国人，他而且是病退的啊，所以他一直其实在吃德国福利，即使吃德国福利，但是他的那个还是入不敷出，所以每个月他现在病很重，得了癌症，但是每个月他不得不去做钟点工来补贴家用，这是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像这样的德国贫穷老人真的不少。但是这位华人博主啊，他说这是这部分自己的错。我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这部分人呢，大部分都是低薪的。本来这部分人啊，在德国退休前干的是低薪的工作，拿的是最少的收入，所以每个月呢，除了交房租，可能一分钱都不剩了啊，或者根本就入不敷出，然后还要去做一些黑工什么之类的。你说这些人，即使他非常的会打算，他存不下一分钱呢？因为在德国啊，有个最低的物价，即使你再勤俭、再抠的人，你想存钱也不可能。你要租房子啊，每个月有房租，然后呢，每个月要吃饭，对吧？这些都是固定的开支。你要穿衣服，要买衣服吧，还有那个交通费啊，还有通信费啊这些，所以这些人真的存不下钱。这部分人，即使他想买房，可能也买不了，因为他首付都没有啊。而且这部分人，也许他们从工作那天起到现在，可能一生一世都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像这部分人，他想贷款买房也买不了，因为没有银行想贷款给他。然后这位华人博主说，他在德国在大企业工作，他的收入很高，所以他在德国的生活相当的优厚。然后他说了一点啊，他说德国的福利相当的好，医疗免费，因为他有2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婆，他一个人工作，所以他全家的人都可以免费跟他参加医疗保险，所以他就觉得德国这方面福利真是太好了。然后他说教育免费，而且呢，有孩子的话还有每个月有儿童金，比如说一个孩子发250欧元，2个孩子一个月就500欧元，每年就6000欧元，还有这样那样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所以他就告诉网友们啊，在德国养孩子甚至呢还有钱赚。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养的啊，我以前问过周围的人，德国人也好，还有其他外国人也好，我说你们要孩子，你们觉得你们每个月要填多少钱进去？我说像德国所谓的国家福利，什么儿童金啊，还有其他补助，你们够不够啊？他们说怎么会够呢？他说养孩子肯定是亏钱的，不可能赚钱的。他说我们要孩子并不是说想赚钱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后代。但是这位华人博主又说，他说在德国其实养孩子是不会亏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啊，所以我这方面就不好说了啊。我不知道在德国其他的华人或者是其他的中国人，你们在德国你们有孩子，你们是不是觉得在德国养孩子是一门稍微可以赚钱的生意呢？这个生意当然呢是带引号的啊。说到德国的福利啊，当然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对吧？像这位华人博主，他的视角是这样，跟我的视角完全不一样。既然一个国家有所谓的福利，那这个国家的福利是从哪里来呢？这位华人博主没有说，我来说吧。这个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个羊毛是出在别的羊毛的身上，就出现我们在这些德国辛辛苦苦赚钱的缴税的人身上。我在德国呢，属于工薪阶层，
也就属于所谓的中产阶级。然后呢，我自己呢没有孩子，我们在德国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的福利，真的，我们只有被割韭菜的份，而没有享受福利的份。我相信呢，在所谓的西方社会，所谓的那个中产阶级，只要你是没有小孩的中产阶级，在西方都是被割韭菜的对象，真的，不管你是在德国、法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对吧？你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几乎是这样。所以啊，这位华人博主所谓他的免费这些福利啊，都是建立在收刮我们的血汗钱的基础上的啊，我可以这样说吧。接着我也看到这位华人博主有意无意在说德国好的一方面，比如说德国除了福利之外呢，还有带薪假一年有多少天，比如说24天、30天等等。还有德国人的工作时间短，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好像度假一样。他讲的德国好像听起来非常的完美，我相信呢，这也是他的粉丝特别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他是故意隐瞒了一些德国不太好的方面，或者他着重强调德国好的方面，然后呢，德国不太好的方面一句带过去了。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从他口里说的德国，他在德国的生活那么的优裕，他的收入高，工作好，然后呢，这样那样的福利，他衣食无忧，或者说他在德国根本就不差钱啊。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所以，当我看到啊他在抖音上面非常卖力的带货的时候，我对这个人我马上感觉就不好了。这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太一样吧。如果我想带货的话，我绝对可以带，比如说在微信上面啊，在抖音上，但是我真的迈不出这一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坎，我过不去。当然，我也承认啊，就是在德国有些产品是非常好的，值得信赖，比如说一些保健品、一些护理用品、一些化妆品等等，这些东西物美价廉，非常适用。它也是在推销这些东西，打出的价格非常优惠。有的时候我都不明白他是从哪里拿到这么优惠的价格。至少我掌握的消息就是说，在德国，如果你想代理某些东西，早就有中国的公司或者个人已经代理了。一般来说，你拿不到那种代理价。如果一个人啊，老是在讲德国好的方方面面，然后呢，马上就介绍了某种产品怎么样，我也用啊，或者是我的朋友也用，然后拉出他的表妹啊也用这个产品，然后费力的推销，马上我对这个人的感官就不是特别好。当然，不得不说啊，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的聪明，他是从口音来说应该是北京人吧。从刚才咱们说的这位华人博主说的德国，以及呢那位22岁中国年轻人到德国当难民，他描绘的德国天堂般的生活。那咱们今天2024年10月份来说说，目前为止啊，我认为比中国还要好的方面。第一，我觉得就是德国的贫富悬殊没有那么大，跟中国比啊，德国的贫富悬殊确实小很多。然后德国呢，通过税收还有这个收入再次分配，分配之后，这个贫富差距就更小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德国这个基尼系数是比中国低不少的。一个社会啊，它贫富悬殊相对较少的话，那这社会的心态相对来说就更加平和一些。我认为啊，这是德国目前比中国这个贫富悬殊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做的比较好的方面。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德国人的攀比心理没有中国那么重。在德国一般不会把你有多少钱当做你成功的标志。在德国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一般呢是医生，一般是教授这种知识分子，或者很牛逼的科学家。这种人呢，在社会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即使这样，这部分人，比如说教授，他们的收入可能年收入也就是8万到10万左右。医生你要看什么医生，一般可能就是也是8万到10-20万左右。医生的收入呢，在德国是属于最高的人群之一，所以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应该是最高的，先是医生，然后是教授吧。甚至很多德国人对从政的人，有些人称他们为政客，对这些人，他们德国人其实比较嗤之以鼻的啊，因为特别是从过去这几年啊，德国这些
红绿灯政府他们的操作来看，让德国人特别的失望，所以政客或者政治人物在德国民众的眼中，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了。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德国比中国好的，那就是社会和家庭给个人的压力要比中国小很多，特别是家庭的压力啊。我发现呢，在中国，我举个例子吧，从小到大，到大学毕业之前吧，你作为子女的，你的第一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对吧？搞好你的学业，不要急着谈恋爱。但是，一旦你毕业，就马上首先当然是要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父母啊、周围的亲戚啊，就特别的操心你的人生大事，那就是你结婚的事儿。如果你没有女朋友，周围的很多人，你的家庭就可能会努力的帮你介绍对象啊，帮你相亲啊，等等等等。还有对单身人士，特别是高龄单身人士啊，在中国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越小地方这个压力就越大。还有对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的生活压力要比像德国这样社会更加开放的社会，我认为啊，要压力大的非常多。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生活，我知道我的压力肯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啊，就是德国呢，从社会和家庭来说，给个人的压力要小很多。还有在德国，不能说绝对啊，一般来说不会有人关心你的个人生活，你结不结婚，跟其他人、跟你的家庭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可以说，绝对没有人，德国人会操心说要给你介绍对象、帮你相亲等等，没有的。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个人被认为是干涉人家的私生活。你看，这跟中国这个社会的形态不太一样，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喜欢啊德国人那样的社会。当然，有的人说啊，你看我们中国人是更讲人情的、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就像一块硬币有两面一样，你怎么看了，对吧？还有第四点，我觉得目前啊德国的社会比中国更好的，就是对某些人的福利比较好。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对这部分人好，那就表明对另外一部分人肯定不好，因为呢，这部分人得到了福利，那另一部分人呢就是付出了，对吧？就像前面我说的，像我们这种在德国全职工作的人，辛辛苦苦缴税，没有孩子的人，既没有儿童金，也没有税收方面的优惠，那每个月只有默默无闻的帮交税，养一些像这部分人，另外养一部分呢懒人以及烂人。因为在德国，按照目前的法律，只要你是在德国有合法身份的人，不管你是德国人还是所谓的外国人也好，只要你有在德国合法的居住的身份，那你即使是懒人，你不想工作，德国的国家拿你没有办法。因为按照德国的基本法或者宪法，只要你是德国的合法公民，那你不去工作，你在家躺平，在家做核酸运动，那国家会管着你，不让你饿死。也就是说，帮你找那个住房，给你付房租，然后呢，每个月发你生活费。他的待遇和刚才22岁那个中国在德国当难民那个人，其实他的那个待遇几乎是一样的啊。当然，医疗也是免费的，对这部分人来说。正因为有这样我认为比较奇葩这种所谓的福利制度，所以导致了整个西方这种福利制度啊难以为继。这个福利制度像一个疮一样啊，已经到了发脓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总有一天这个疮啊会爆出来，然后呢就悲剧了。我认为啊，像西方这种福利制度，目前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边缘了啊。第五点，我觉得德国比中国好的地方，那就是从职员的角度来说，带薪假比中国多。按照德国法律，你是个全职的职员，每年带薪假最少有24天，但是一般的企业主按照德国这种惯例吧，会给你30天左右。前面我提到那个华人博主说啊，德国福利好的方面就是带薪假比较多，对吧？工作时间短。那么我们回到这，对老板来说，员工的这个人力成本就特别的高，对吧？因为这些都会最终打到产品那个生产成本上。那如果你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很高，就表明你的产品的竞争力就更弱，对不对？长久来说，只要你的产品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生产类似的产品，
性价比比你这个高，那么你这个产品迟早你就卖不出去了。那如果你的产品卖不出去，你这个企业能维持下去吗？有一天倒闭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带薪假多、工作时间短，这种也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导致你这个公司总有一天运营不下去。还有这位博主也提到，在德国有些企业做4休3，我以前提到过，对吧？有的企业在做这样的试验，但是做4休3，你不想加班，然后呢工作时间还更短，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对吧？所以像这样也是不可持续的。还有第6点，目前为止德国比中国好的那就是医疗这块。好在哪方面呢？在德国医疗保险呢是相当于你税前收入的15%点多，雇主帮你交一半，一小半吧，然后呢雇员交一半多一点点，每个月就自动从你的税前收入扣掉了这样那样的社保之后呢，再到你的账号上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了。只要你生任何的病，就不用再出钱了，唯一出的就是有处方费。处方费一般是一样药是花5块到10块钱，然后呢，如果你住院，那每一天晚上就收10块钱的床位费，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了。即使你比如说换肾也好，或者你得了尿毒症也好，每年几十万欧元的费用都是医疗保险公司帮你出。在德国不怕生病，更不怕生大病。但是呢，这对一部分人好，对另一部分呢就不好。比如说对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位华人博主，他有2个孩子，有个妻子，妻子不工作，2个孩子呢在上学等等，能够享受对他的3位家人来说免费医疗，享受到这样的福利，这肯定是好的。如果我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利，我也说德国的福利好啊，对吧？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福利，所以你要看在德国你的屁股坐哪边，然后你就会说德国好还是不好。第7点，德国比中国好的那就是免费的教育，这点确实要比中国好。因为在德国大概呢没有什么学区房的说法，即使你是租房的人，那你的小孩也是就近在你这个区的学校上学，从1年级到12年级，德国呢不收学费，甚至呢在德国你读大学也不收学费，到硕士毕业也不收学费啊。这点我认为比中国更好一些。当然在德国书纸笔墨肯定要自己花钱买了啊，还有午餐费在德国也要花钱买。那些人是低薪的人，他能享受这福利，就是说免那个午餐费了，否则你给你的小孩带饭去，或者让小孩在食堂吃，要自己花钱的。然后第8点，我觉得德国部分比中国好的，那就是德国的所谓自然环境要比中国好。我说部分啊，因为中国的山川啊是众多啊，有各种各样的地貌，对吧？北方与南方不一样，西北与东南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就认为啊，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就非常棒，但是如果是一个在甘肃啊、陕西啊、陕北那边，或是西藏高原，或者是新疆的某个沙漠里面，肯定那里自然条件要比德国更差。但是说我们南方，比如说广西，自然条件我并不觉得要比德国差，甚至很多方面我觉得比德国更好。比如说我们这里的空气，总体来说我认为要比德国更好一些。所以我说啊，德国的自然环境比中国好，我只是部分支持这样的说法。而且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我发现呢，中国的自然环境在很快的恢复，甚至赶上或者是超过很多的国家。记得以前啊，中国这空气污染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我觉得中国的空气以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初，大概到2010年左右吧，这是最严重的，大概20年，对吧？以前我从德国回中国的时候，特别是冬天，我有一次呢从德国飞到北京，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空气啊特别刺鼻，真的是刺鼻，有那种硫磺的味道一样。还有一次1997年，我从德国先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呢再到广东这边。我到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天空有点像黄的一样，因为它离那个广东这边很近啊，广东珠三角，对吧？是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小型企业
很多的地方是中国的工业中心。那个时候呢，这个环保措施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当年的中国是一种粗放式的开放，然后呢，这个环保措施不到位，导致了全中国几乎呢这个环境污染特别的严重。即使当年在我们那个老家桂林这边，我们这里的那个工业特别的少，像我们工程几乎没有工业，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这里的空气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直线距离，比如说离广州就是400公里，它的那个广东那边不好的空气，它可能飘1-2天就飘过来了，对吧？随着它的南风飘过来，所以导致了我们这边其实能见度那好多年也是特别特别的低。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去北京了。我上次去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过蓝天啊，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了。然后这些年，我一般都是大部分时间在我们中国南方这里转，比如说广东啊、广西啊，还有四川，还有贵州这边我都去过，我没有发现有任何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的现象，特别是空气污染。而且像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自然环境恢复的太好了，很多野生的动物啊，还有植物啊又恢复了，特别是动物，我们看见的鸟类，天上飞的越来越多，以前没有见过的，现在又回来了。还有听说村民说有这样的野东西，那样的野东西吃他们的东西，这些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真的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恢复的好，然后呢，空气真的比以前好多了。首先，空气通透，还有蓝天的指数，蓝天的天数更多了。所以说，德国自然环境比中国好，我只是支持部分看法。